现在有很多大龄剩女啊，真的是被现实打脸呀！真的你会觉得呀，又可怜又可恨。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里，将来啊，会有越来越多的女孩真的嫁不出去的。你先别急着反驳我，大龄女生看到这儿可能也很想骂我，但是啊，很多案例证实了大龄剩女啊，她们有一些共性，基本上有这3点啊：第一，太挑了；第二，太毒了；第三呀，情商太低了。你看完了，要是觉得我说的不对啊，你再喷我。就拿我这儿前几天来了一个33岁的大龄女生啊，她的案例来讲，其实她长得还可以，颜值呢能打个7分吧，在体制内上班，月薪呢有1万多。那天她来我这儿见了一个82年的男人，离异的，但是年薪1000万啊，非常优秀的男士。出来他就马上跟我反馈了，说这个男士啊，他没看上，感觉对方没有什么眼缘，虽然有钱，但是年龄太大了，还离异的。想当年啊，自己20多岁的时候，那都是些富家弟子啊，跟他相亲，基本上没有看不上他的。所以啊，如果自己找个这样的呀，觉得很亏，带出去也没有面子，他觉得自己还没有沦落到要找一个离异的，长相也看着不太喜欢的，年龄还那么大的男人。我说，那你怎么不想一想，一个年龄没有这么大，未婚的，年薪1000万，而且还能让你看着有点感觉的男人，可能你也不是人家的菜了。他想了想说，哎，现在年龄一年比一年大，也不好找，要不我就跟这个人处一处试试吧。但是没有想到的是啊，这个女士啊太自信了，男士这边根本就没有看上她。男士跟我说啊，这位女士啊聊天啊让人很不舒服，一坐下来就问她为什么离婚的。男士呢简单说了离婚原因之后啊，他立马就追问，那这几年你又谈了几个呢？然后为什么又分手了呢？你看看啊，第二个话题呢，他就是问房子有多少套啊，都在北京什么位置啊，年利润大概是多少啊，还问男士半年内有没有结婚的打算。你说你都没有看上人家，还问这么多东西干啥呢？这个就是他的情商了啊，真的情商太低了，完全不顾及对方的感受。他问的这些全部都是很隐私的问题。这就是一个女人啊，她读惯了，她的这种思维呢是顾及不到别人的感受的。这一系列的提问问的男士很尴尬，实在是反感的不得了，还怎么跟他有下文呢？这些大龄剩女的通病就是挑了收入挑颜值，挑了颜值挑学历，挑了学历挑资产，挑完这些他还得挑性格。然后呢，他们好不容易挑了个满意的，结果人家看不上他，不然就是相处起来太累了，因为他读惯了，他们都是以自我为中心，往往啊情商很低，不会说话不会处事，关键的是他们还是小姑娘心态谈恋爱，要男人追要男人宠，自己呢又不主动还很作，所以啊处处都失败。你们觉得这样的他们还嫁得出去吗？这老大男又来许愿了啊，我真的是头疼。38岁的博士女说自己从来没有相过亲，她认为自己条件很好，在北京有房有车，工作很体面，未来对孩子的教育方面也有很大的优势。她说自己曾经谈过一个男友，8年都没有领证，是因为她有点嫌弃男友挣得太少了，俩人啊都在研究所工作，经济上不会有太大的飞跃了，而且性格上自己也有点强势，总是吵架，不管对错她都从不低头，直到男友劈腿提出分手，她才有点警觉到自己是不是做错了什么，但是已经晚了。所以她现在希望找一位气质儒雅事业有成的男士，经济条件一定得好，至少要100万以上的收入。反正我听完了以后啊，我就跟他说，你找不到这样的，你的想法太理想了，你跟人家90后的女生想法一样，你拿什么跟年轻的姑娘去竞争？但是他很固执啊，他跟我说，你就按照我说的这样的帮我找找吧。我说我找不了，人家年入100万的男士啊，都找90后，连见个面的机会可能都不会给你，你这不是为难我吗？哎呀，你这钱我挣不了，你可以去别处看看，我真的是拜托了啊。我不是观世音菩萨，也不是许愿池的那位啊，我只是一个牵线说媒的人，也不是神仙。我这里呢，也不是你花了钱就能买个优质商品回去的地方。我再一次强调一下，35岁以上的女生，不管你未婚还是离异，你们想找一个年薪100万的男人，几乎是不可能的了。今天我就把这话撂在这儿啊，不要跟我说什么虽然我35岁了，但是我看起来只有25岁这种话。你保养的再好，那手感能一样吗？我也是女人，我真的没有必
非要攻击你们这个群体啊。但是你们能不能不要整天梦游？你承认自己年龄大了、老了，有那么难吗？你找一个跟你收入差不多的男人，好好过日子，有那么难吗？你都快奔40的人了，不知道谁给你的自信和勇气，动不动要找100万年薪的男人。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你啊，年薪100万的男人，不管他30岁、40岁还是快50岁，他们啊大概率都只考虑30岁以下的女生，他们只是有钱，人家不是有病啊。你明不明白？能不能清醒点？现在啊，结婚率低，其实还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就是现在啊，适合结婚的女人呐，真的是很少的。你看啊，有一大部分的女人呐，成天的做梦，想嫁个大老板，找个有钱的人，过上十指不沾阳春水的少奶奶生活。那普普通通的男人怎么会被他们放在眼里呢？他们自己真的赚不了几个钱，但是成天啊事儿特别多啊，心比天还高。最可怕的是那些女人还超级的自信，觉得是男人降低了他们的生活质量。难道你以前是公主还是富豪的女儿啊？我自己也是个女人，我都不会替这样的女人说话。他们自己啊一个月也就挣2、3千，还瞧不上人家一个月挣好几万的人。那么还有一种女人啊，她们呢自己有自己的事业啊，也非常优秀，物质条件也很丰富，她们就希望找一个比自己更强大的男人，觉得才对得起自己的优秀嘛，才对得起多年的奋斗嘛。但是啊，他们又多少有点强势，而且年龄还大。优秀的男人只想找青春靓丽，哪里会找这种人老珠黄嘛？而且还有最关键的一点就是，现在的有些女人已经完全丧失了作为一个女人的功能了。她不会做饭，不会做家务，她还不想生孩子养孩子，也不会照顾老人啊，也不会照顾老公。大小姐的脾气还不好，动不动就闹离婚，成天就琢磨一件事儿，老公给我多少零花钱，你给少了就是你没本事，瞧不起你。娶了这样的女人呐，一旦有了孩子，你就会发现你真的是娶回来了一个祖宗啊。有的男人真的是啊，生不如死。其实这些女人真的不知道，如果没有了这些男人，她可能连饭都吃不上。那你就说这样的女人现在越来越多，男人找这样的来干啥？难道就是为了娶一个连孩子都不愿意生的女人回来供养着吗？现在的男人啊，不光得会挣钱，你还得会干家务活，你得懂浪漫，会幽默，真的太累了。所以现在的年轻人他就不想轻易结婚了嘛。你们说我说的对吗？离婚的女人真的很吃香吗？最近我看到网上啊流传着说，离婚带娃的女人呐，男人都抢啊。你们觉得这个话有没有毛病？我做婚恋这么多年了，我就还从来没有见过一个离婚的女人会被男人抢，更多的只有被嫌弃和被拒绝。去年有一个离婚带娃的明星来找过我们，那么漂亮的女人仍然被嫌弃被拒绝，我们也帮不了她。在相亲市场上，如果你是一个离异的女人，即便是你没有生过孩子，你也基本上不会被未婚男士选择的，你更不会被那些经济条件特别好的男人选择。哪怕他是一个离过婚的男人，也有大把的未婚的还比你年轻漂亮的女人愿意选择他。更何况你还有个孩子，一个离过婚生过孩子年纪也不小的女人，怎么可能被男人抢啊？谁来抢你啊？那些山里的穷光棍们吗？他们连自己恐怕都养不活了，还别说给你养孩子。有的离婚的女人啊，再找伴侣的时候啊，那提出的条件比她20几岁年轻的时候提出的条件都还要高。我们介绍的时候你会发现，不管你长得有多漂亮，男人一听离婚带个娃呀，基本上连面都不会见的，特别是那些带男孩的，因为现在没有这种大冤种了，谁也不愿意给你养孩子，而且呢还是个男孩，即便是你没有经济负担，经济条件特别好的那种男人啊，也都没有几个愿意的。他们就是很介意男孩，他们不傻，你觉得呢？那这些女人吧，有的啊，好不容易找到个愿意跟他结婚的，他还得张口要彩礼，还要的不少。我倒不是说你不能要，这个事儿吧，咱这么大的人了啊，能不能心里有点数啊？说那种毒鸡汤的人呐，恐怕是精神有点问题的，幻想症吧。你就别出来说这种话啊，祸害这些离婚的女人了，让他们自己找不着北，最后啊根本就嫁不出去。你们说对不对？你是不是认为有钱人就很好找对象呢？其实不一定啊。
有很多人啊，他找不到对象，都以为自己是因为穷才没有女人爱的。其实呢，那是你并不了解那些有钱人，他们其实啊也挺难的。我说的啊，可是找结婚对象啊，不是找女朋友。如果一个男人他很有钱，那么在他年轻的时候呢，一定不会轻易结婚的，因为他的可选项实在太多了。他又年轻，那他为什么不多挑一挑，选一选呢？有大把的女人还往他身上扑呢，而且他们呢也比较难分辨，女人到底是真心爱他的人呢，还是爱他的钱呢？所以年轻的有钱人呢，不太容易轻易结婚。最后呢，他们的年纪越来越大了，还没有结婚，那都不叫大龄剩男，那叫钻石王老五了，对吧？那如果他过了45岁之后呢，可能会稍微有那么一点点的着急。这个时候啊，他们在财富方面呢，仍然很有竞争力，但是在年龄方面可能就有劣势了。因为男人他一辈子啊都改变不了的喜好，就是喜欢年轻貌美的女子。可是呢，年轻貌美啊，它是一个稀缺资源呢，所以这个时候他们可能要面临着跟一些年轻的有钱男人去抢这些年轻貌美的女子了。那往往他们能抢得过的几率是比较低的。为什么呢？你去问100个20多岁的美女啊，如果有一个45岁的身家10个亿以上的男人和一个30岁资产2个亿的男人，让他挑选的话，那他们都会怎么挑呢？这些女生可能有大部分啊都愿意选择年轻的这个。主流思想呢，还是希望找年龄相当一些的。这个时候啊，还是有一些愿意选择年龄大的大叔的。可是这个时候呢，大叔却没有安全感了。他可能能明确的知道这个女人呢，肯定是图他钱来的，总不可能图他的老吧。于是呢，大叔呢就会想各种的办法啊，保全自己的财富。比如说他让女人未婚先孕啦，比如呢搞个婚前财产公证啦，比如说呢要求签婚前协议啦，等等这些东西啊，他要来保证他的财务风险。往往呢，他们跟年轻小姑娘谈恋爱的时候还比较抠门的，希望对方呢不是图他的钱啊。但是大叔就没有想明白，你这个时候对于这个女人来讲啊，你就只有金钱价值了。你除了钱，你还能给她什么呢？是爱情吗？你的真心恐怕早就在青春岁月中消失殆尽了吧？你还给得起吗？那难道是性？你的体力恐怕也不及年轻小伙子了吧？所以呢，有钱人他结个婚其实也挺难的。你们认为是这样吗？今天啊，我这来了一个男生啊，跟我吐槽他最近的相亲经历。他说如果不是父母催他结婚，他呀压根儿就不想结。可是呢，相了一圈下来呢，一个都不成。不管成不成吧，反正呢我也努力了，算是给父母一个交代吧。那我就问他，那你为啥就一个也不成呢？他说啊，只要他跟对方说了他的要求啊，就没有一个同意的。那我就问他，你到底啥要求啊？把姑娘们都聊跑了。他接下来说的话啊，真的是有点颠覆认知。他说，首先呢，我希望对方啊在北京有2套以上的全款房，这样的话呢，以后不用跟父母住一块儿嘛，少一些矛盾，对吧？还有呢，我也不想一起还房贷，这个要求没有什么毛病吧？我说这个听上去啊是没毛病，但是你说的这个是要求女方的房子呀，难不成你是打算婚后住在女方的房子里？然后他理直气壮的跟我说啊，是啊，有什么不行吗？因为我们家就1套房子呀，最好呢婚后啊他们家的房子还能加上我的名字我需要安全感呀，万一有一天离婚了，他把我踹了，至少我还有钱在，对吗？其次呢，结婚的话我也需要他能出嫁妆啊，我父母把我养大也不容易的，他们呢也就我一个儿子，我们要是一结婚，我不就成了他们家的儿子了吗？我不能让我的父母白养我呀。婚礼的钱我们家可以出，婚后的话呢，我希望我们的财务能 AA。 这个时候我就问他了啊，那你这不就把自己嫁给对方了一样吗？他说，没有啊姐，我只是想公平一点，现在的女生不都这样要求男生的吗？我只是换了一个角色说出了跟他们一样的要求而已，但是他们就全部都不行了啊。现在的女孩子啊，这个婚恋观也太扭曲了，明明就是2个人结婚吧，凭什么买房子的是我，买车的是我，最后办婚礼的还是我，给彩礼的还是我呀？凭什么我就得给他们做提款机呀？每一步都在说钱。其实如果他们不提房子，不提车，不提彩礼办婚礼的钱我们家可以出，房子首付我也愿意掏，然后我也愿意自己还房贷，婚后的房子可以写他的名字，婚后我挣的钱可以一半交给他作为家庭开销，他自己挣的钱爱咋用咋用，我也会把他当个宝贝儿疼。可是现在啊，找一个这样的女生真的是打着灯笼都找不到。
要是让我娶一个成天都在算计钱的女人，那婚姻不就成了买卖了吗？我觉得呀，这围城不可轻易进的。我不想啊，等杀出来的时候已经遍体鳞伤，人财两空了。你不觉得是这样的吗？大家觉得他说的跟你们想的是一样的吗？在说到中国剩女这个问题的时候，韩剧和国产剧啊都功不可没，并不是怀恨女性啊，实际上中国的剩女的处境啊挺可怜的。为什么现在单身女性已经超过了1个亿呢？作为一个媒人啊，接触过非常多的姑娘，她们在选择伴侣这件事情上，想法真的是有很大的问题的。她们总有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为什么有那么多的神仙男友出现在剧中呢？男主角要么就是富二代，要么就是行业的精英，不仅是住别墅开豪车，还浪漫帅气，主角啊都不可能是穷人。而他们的思维呢，还与我们普通人不太合拍，不喜欢门当户对的富家千金啊，偏偏喜欢那个长相普通的灰姑娘。编剧要是发挥的好呢，可能还会出现一个男2号来争抢这个灰姑娘啊。这种竞争在某种程度上是很让人揪心的。普通姑娘们看着电视剧里的情节呀，感觉非常的过瘾啊。然后呢，就开始幻想着、期待着能遇到一个有钱有颜、完美无瑕的男人。然而啊，咱们回到现实当中，大部分的男人啊，月薪只有5000，没有显赫的家庭背景，也没有超高的颜值，更没有神仙般的浪漫，也不会说虚伪的情话。姑娘们呢，拿着电视剧中的幻想，想在现实当中呢找到符合标准的完美男人，结果他们都失望了。于是呢，就有了中国男人配不上中国女人的争议。姑娘们啊，挤破了头也找不到高富帅这样的伴侣，因为那些高富帅喜欢的其实是门当户对的千金，而不是土里土气的灰姑娘。这种信息差和捧杀让人感到很无奈的。但是可悲的是啊，这些姑娘啊，她还没有意识到自己和电视剧中的角色是一样普通的，但是为什么就会被淘汰呢？说实话，我在写这篇文案的时候啊，我心情很沉重。虽然理智告诉他们要少看这样的剧，但是作为一个姑娘啊，看到这样的剧情无法自持啊，也不难理解。所以呢，我请大家一定要做好自我定位和期望管理，多在现实当中找到适合自己的幸福，好不好？最近呢，来了个92年的男生啊，上来就跟我说啊，只有一个需求，就是呢，他想找一个正常点的女孩。话说这男孩条件还是不错的啊，北京人，有房有车，他自己呢是硕士学历，父母都是大学教授。男孩长相性格也都挺不错的。他说呢，最近这几个月以来，他相亲都相了不下10几个女生了，但是他总感觉哪儿不太对劲儿。他就问我啊，说现在的女生是不是都这样啊？怎么感觉一个个都不太正常呢？要不就是自己不正常。然后他就给我讲了啊，他这半年来的遭遇。他说啊，跟这些女孩聊天真的是很要命，要么就是半天了才回复你的信息，甚至呢有1、2天才回复的，要么呢就是聊天的时候啊惜字如金，回复的内容特别的少啊，基本都是嗯啊哦啊，这种时候是比较多的。这种呢他其实很快也就不聊了啊。你想硬着头皮去找话题啊，太累了。最后呢，介绍人还会传过话来啊，说女生说自己啊不积极不主动，聊几天就不聊了，没有一点耐心。可是明明是他们很冷淡啊，还把屎盆子扣在他头上，真的是气死了。然后呢，女生还会跟别人去分享啊，说相亲男太下头了之类的话。这个时候啊，不管是媒人还是家长，都会督促男生说你要脸皮厚一点呀，嘴巴甜一点，你主动一点嘛。但是啊，却从来没有人去告诉女生你应该怎么主动，怎么去回应。还有的女生啊，约出来见个面呀，吃饭的地方选的不好，她还会特别的不高兴，给男生脸色看，然后啊，就再也约不出来了。还有的呢是啊，约会多少次了啊，连一瓶矿泉水的钱啊都舍不得付，就看着男生啊像个舔狗似的啊，在那各种买，各种付，女生好像觉得理所当然。他说啊，现在相亲真的啊，都是这种舔狗式的相亲吗？真的是把男生往绝路上逼呀。我们也需要尊严，我们也需要对方的付出，我们也希望对方有所回应。那什么都得先考验男生的诚意，那你们女生的诚意到底在哪儿呢？难道女生的诚意就是爱答不理吗？女生的诚意就是这边花着男生的钱，那边还说着男生这个不合适那个不对劲吗？还有个女生啊，都临着要见家长了啊，突然说啊，婚后必须上交工资卡，房产上呢必须加自己的名字，这还没结婚呢，就开始算计上自己家里的钱和财产了。总之他说现在啊，就想找个正常点的啊，能正常谈个恋爱的。其实这种事儿啊，我相信好多人都经历过。
其实在这场闹剧里边，我觉得啊，这个男生并没有做错什么事情，反而是我要告诫女生们，现在时代真的变了，你既然进入了相亲这个圈子，就别想着等男生来追你了，特别是在北京、上海这些大城市，你不愿意主动一点点的话，你只会被很快的淘汰掉，明白吗？